Hello， 宝贝们，这一节课我们来教大家这个荷花的一个画法啊。荷花的话呢，其实我们要先开始画之前，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的话会教大家两种一个方法，一个是的话，我们所谓的那个眉骨法啊，也就是我们当时画花瓣的时候，对吧？这样给它画出来，底下不做任何的打底，直接在这个磨砂封层上面，涂好底色的磨砂封层上面就直接去绘画。然后的话，还有一种就是已经是起形好的。也就是用我们白色的彩绘胶先把它的形状画出来，然后用水彩去给它上颜色啊，类似于这种。其实它还有一种是这种描边的啊，就是先把轮廓先描出来，然后在中间去填色。这种的话其实做法就跟这个其实差不了太多，就是提前给它一个轮廓了啊。那所以说我们就按照这种方法教大家了。那不管是说哪一种方法啊，那这个是眉骨法哈。它是这种姿态的，不管是哪一种方法，那我们画荷花的话，最重要的几点，我们要先跟大家在纸张上啊，可以提前先讲清楚。荷花的话有这样几种姿态，以及画荷花的时候，我们都要涉及到去画什么啊？这个我们都会在这个里面去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来一支笔啊，首先的话就是一朵很好看的一个荷花，我们首先要有这个。里面它是有这个莲蓬的，对吧？除非说是那种全包式的啊，全包式的就是侧面去看它啊，就长成这个样子的。这样的荷花我们可能看不见它里面的这个位置啊，或者说是就是一个花蕊，就是含苞待放的那种啊。比如说我们之前画过这种啊，就开放了几个的那种的，这个啊在这里。这样的含苞待放的一个状态的，其他的话像这种它里面都是有这个莲蓬去呈现的啊，那所以说我们第一个的话就是莲蓬。然后它这个怎么去画啊？我们首先莲蓬的话，我们要先找出一个这样的形状，也就是先拿出笔给它画出这样的一个倒三角形。倒三角形的话呢，周边这个地方不是一个直角啊，它肯定是圆过来的。然后上面你也尽可能再让它稍微往上鼓一点，就是再圆一点啊。第一步就是先画出来这样的一个形状，然后啊。第二步骤是什么？第二步骤我们把这个位置给它描出来，让它变成一个，这个位置就是它的一个切面的位置了，对不对？啊，然后它上下肯定是不同的颜色的啊。这个颜色的话，我们是要上这个重色的，就是你要把它这个切面的位置体现出来啊。体现出来的话，你可以说这一边啊，这一圈描一个颜色出来，然后在它这个下方的位置啊，我通常是会用另外一支干净的笔，再把这个颜色给它往下带一下啊，带成这种效果，就这边有一个像阴影部分这样去带，这样的话它会明显啊有一个这种立体感出来啊，这样的话它效果一下就立起来了，有阴影了，对吧？然后再到这个上面来，再用重色啊，这个重色的话，通常我都是用到深褐色去点几个点点啊，作为莲蓬上的这个莲子就可以了啊，是这样的。然后的话呢，咱看个大概就可以啊。然后的话，它底下的这个位置，我们再去给它找一个这个茎，是吧？这个茎的话，也就是我们整个莲花的这个茎。画上这样一笔之后，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点几个点点，或者说在它旁边这样。横着这样来几下，但是不要让它非常均匀的啊，而是着重在几个位置这样点几下啊，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到这个上面画那个莲花啊，然后这个位置的话，其实说可以说让它短一点，画到这儿就可以了，基本上，这样的一个形状就可以了啊。然后通常来说，这个颜色的话，我们怎么去找呢？我们可以整个这个形状轮廓画上去的时候，先用肤色啊，第一个步骤先用肤色，然后的话再用这个浅一点的褐色或者是咖色啊，都可以。我这里可以写咖色啊。咖色干嘛呢？
把它整体这个位置先圈出来，然后把这边先刷上去，这个是第一部分啊，然后再加上褐色。因为褐色基本上都会比咖色，颜色更深，对吧？我们拿这种深褐色啊，然后再描一遍，然后再给它这边加深，然后这个的面积肯定要比它要小一点啊，这一点大家理解吧？等我们实操了就知道了啊。然后最终再用这个颜色再到上面去点几个点点啊，是这样的一个部分。然后到基本上啊，我们的莲花的话，偶尔还会有画出花蕊的部分啊，有的是不画，有的是画出来的。如果画的话，怎么画啊？如果要画的话，就是整体莲花一个全部的结构。那我们这个上面一定是要给它来个这样点点，然后这样伸过来啊，从这个位置开始，对吧？然后这样伸过来，这样伸过来啊，这边有短一点的，然后也有长一点的。这样的有点往上走的，又往旁边去走的啊，是这样的。然后这个花蕊的下方的位置啊，也就是像是莲蓬上面，它底下也会有长一点啊，这个其实就不属于花蕊了，它就属于莲蓬的一部分了啊。然后它的形状长得是跟这个花蕊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只不过它是朝下的。然后长度的话稍微让它短一点点啊，这样的。啊，这个是一个全部的结构，不是非得必要，就是说一定要画出这些啊。只不过如果我们要画的话，要了解一下它大概的结构都是什么，对吧？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全部没有那个任何荷花的一个莲蓬了，对吧？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是这种的一个效果。然后它的这个，你看我的这款啊，这个就是模仿它来做的一款。啊，呈现出来的，所以它这个上面我是有去画这个小花蕊和这个颜色的。然后大家这个时候可以观察到，它们这部分的颜色，也就是花蕊的颜色和底下的这半部分，它俩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啊。上面一定是浅的，下面这个一定是深的啊。这一点大家要区分开，不要都给它画成一样颜色，那不就都是一样的东西了嘛，对吧？然后这一点是我们说过了莲蓬啊。那重点这个是我们要放在荷花上面了。荷花上面我们在画之前啊，很多宝贝的话，荷花的这个和它这个叶的方向，花叶的方向可能不太一致，画不出来那个好看又灵动的效果。那首先的话，我们之前已经在课程当中也给大家讲过花瓣的画法，其实我们只要把花瓣套用在这个里面就可以啊。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整个这个花怎么样的一个形态才能让它整体就是好看啊，避免就是画的过胖啊，或者说过窄。太扁或者说是太圆，对吧？这样都不好看啊。首先的话，我们来先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也就是整个含苞待放的一个状态啊，应该是什么样的？含苞待放的一个状态的话，首先我们就给它想象成是一个这样的啊，一个大大的水滴形，但是这个水滴形我们让它胖胖的啊，胖胖的之后的话呢，有一个小尖角啊，这样露出来，露出来之后的话呢，它会有一个口。啊，因为它是这样合并的嘛，等它开放的时候，这个两边是两个花苞，不管是这个方向还是这个正位的还是侧位的，都会有一个中间是有这个花苞的，然后等它开放，对吧？所以这个位置它会有一个小口啊，这个口最好不要画在中间，而稍微有一点弧度，或者往左或者往右啊。然后在它的两边的位置呢，或者说底下的位置，我们可以画一个小的啊，就把它缩小成一号，缩小一号，然后画在它侧面一点点这个位置。然后一定要让它是什么圆过来的啊！每一个花瓣我们要记得是每一个花瓣的根部都是圆的，这一点大家要记得。然后再画两个包裹它的，画到这儿，这样去包裹它。然后这底下自然而然就是圆过来的，对吧？那你圆过来的时候，这个边缘一定要稍稍超出一点点啊，我们底下的最大的这个圆啊，稍微超出来一点点，这样才有包裹它的感觉，对吧？然后这一半边啊，这一半边这个角可以在这儿，稍微来一下，然后超出来一点点，对吧？这样给它包过来，然后两边的位置还可以稍微有一点点，那种叶子的感觉啊，稍微有一点点就可以。然后小一点，不要太大啊，画出这种效果来就可以了。然后里面如果我们想要再找的细一点的话，你就再给它画一点这个也是可画可不画啊。
啊，这样的一个感觉，这个是一个包裹的一个状态。然后的话，我们再来说，这样的状态啊，你看它这个莲蓬就画了这个了，啊，这个状态啊，这个状态它就是一个标准的什么椭圆形啊。我们一定要给大家找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椭圆状态的啊，就是这个位置的话，不管我们想画成正位的还是侧摆的，它都是一个椭圆，只不过是正着的椭圆和侧着椭圆这样的一个区别，或者这样的椭圆啊。你看我画的这个款，它就是一个侧面的啊，你整个把它这样圈起来，它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就是一个椭圆形？然后怎么去把这个画出来啊？也是先画它最中间。我在指甲上面的一个体现方式的话呢，都是先去画，可能是画2层，可能是画1层。如果我们只要画1层的情况下，你就先去把两边的画出来，最终画中间的位置啊。什么意思？就是先把这个两边的这2笔这样一个花瓣。啊，这个1笔花瓣，对吧？然后这边可以说是稍微让它对称一点啊，然后收尖都收在一个位置，都收在这儿，对吧？给它这块有个中心点嘛，围绕着它去做。然后这边给它来一个半包裹式的啊，这样的花瓣，那我们肯定是压在这个上面去画的啊，所以这一笔肯定是要下在这儿的，然后直接给它包过来了。然后这边也可以是跟它是对称的。对吧？然后最终中间咱们再来一笔啊，中间的这一笔的话，可以说是高度稍微超出两边的部分啊。这个是只有这样几瓣的时候啊，我们用这样一个画法。假如我要画双层的话，我们这个顺序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再添加几笔啊。怎么添加呢？就是这一层我们画完了啊，打完底了，上完颜色了，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再隔断磨砂封层，然后再画第2层。第2层的时候，哎，我们就可以说是在这个位置基础上，哎，再来。第2层的时候，通常会有一点变化啊。或者你要是就喜欢对称的，我们就也可以画对称的。你要变化的话，就可以说这两边不动的情况下，这边多出来一个瓣儿。这样多出来一个瓣儿，然后也可以是底下来2个小一点的瓣儿啊。这边可以说对称一点，可以是稍微来成这样一大一小的2个。这样是可以的，然后把这一大一小这个我们也是给它画成这种兜回来的这种半包围式的，对吧？这边是阴影部分啊，这样的一个效果啊。然后我们这个是第2层，对吧？第2层我都画上这个阴影啊，要不然大家这个层次容易看得乱了，对吧？这边都是第2层，然后这个时候我在画的时候啊，最后一笔画在哪里呢？画在这儿。画在这儿啊，一定要比所有的这个花瓣都要低矮一截啊，要不然跟最开始的第1层就分不出来层次了，对吧？我们就要这样去给它下笔，然后把旁边两边这2瓣都给它包住啊，然后的话再去画这种，哎，这样，对吧？是这样的啊，这样你看它就是一个椭圆在里面了，对吧？这个其实是相对比较好画一点啊，不好画的可能就是说，快要凋零的那种，或者说是半包式的。半包式的就是属于是侧面我们看到的会有这个高低错落的花瓣的同时，然后里边能露出莲蓬啊，比如说像是这样的，对吧？比如说像是我的这一朵是吧？它是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啊。那这种通常我们怎么去画？这种的话，我们也可以是给它想象成是一个椭圆啊，也是想象成一个椭圆，在这个圆形中间去画，在这个椭圆形中间，
我们莲蓬是最后去画的，先画它的层次啊。这个层次的话，一开始跟这个是比较接近的，是比较像的。我们可以说是先画这个两边啊，我是按照这个位置去走的啊。比如说中间线在这里，然后我们按照这个位置先去把两边的这样来一笔。然后可以不给它画成对称的，这边我们就可以低一点，比这个稍微矮一截出来，这样的来一笔，对吧？然后第3笔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在它旁边或者再下一点，反正都行。这一点不定死因为每一个花瓣毕竟每一朵花它都可能不太一样根据我们宝贝们自己的想法去定就行。然后画这样的一笔，然后可以说是这个时候，这个位置。也就是说最 C 位的位置这个 C 位的位置的话，我们可以说给它画的矮小一点，也可以像我的这个画的大一点这个是不规定的只要位置是在这个它是 C 位就行了可以画到这儿。然后呢，你看这边有点少，可以是这边侧面来一朵，这个是第一层咱第一层可以这么去画，这个第一层对吧？一层之后，然后第2层我还是按照这个阴影的部分给大家标注画第2层的时候，也就是说还是我们画完形了，上完颜色了，又上了一层磨砂封层了又上了这个上完颜色之后得用底胶去包，对吧？底胶包完之后擦去浮胶，再用彩糊胶再去画第2层的时候的一个画法像这种方法多层次的，咱们就不适合用在这种我的这个眉骨法了眉骨法的话适合单层的单层的话画不会出错。来第2层次的话，我们可以说画在哪里？可以是它们两个中间，咱们来一笔比较矮小的这样的一个花瓣，画在这儿这个是第2层次这个画在这儿。然后的话，下一笔的话，我们可以说是画在这儿。对吧？这样一笔然后可以说是觉得这一边还可以，那我再来在这儿再来一笔，这个也是这样去给它标注一下阴影部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是添了3瓣或者是4瓣，或者是再添一下都行或者说你要觉得太那啥的话，你可以再来一笔，就是说伸出来的这样的长的花瓣，这个都是可以的随我们宝贝们自己的画面去发挥就行，对吧？来一笔这样的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干嘛呢？给它再来一个莲蓬莲蓬怎么去画呢？大家知道了对吧？一个倒三角画在这儿中心点还是这个位置把中心点留出来，然后我们把这个画上去，阴影留出来，莲蓬点出来，莲蓬点完之后，然后底下的这个镜咱得给它留出来呀，对吧？画出来了之后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给它来一半这样包着的这个我一般是没有上颜色的，这样会跟底下的特别有一个层次上的区分。但如果说我们想上颜色，不是不可以也可以的上一笔，最后的这一笔的话，我们基本上也是侧面一点点，要不然的话你把它都盖住了，画了没有意义，对吧？半包式的这样给它完全盖一笔这一笔我就全部涂成漆黑的了这个就可以说成3个层次了，有点像是这样一朵荷花就出来了我们是分成这种层次的，1层、2层、3层，对吧？这个就可以称为2层，对吧？这个其实可以称为1层这么去上1层的话，基本上就可以把它这个颜色都体现出来。然后的话，我们还剩最后一种也就是残荷的画法。我先写一下残荷就是已经过了盛开的时候了，它几乎要落败，然后剩的荷叶、荷花这个花瓣越来越少的时候了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你要的一个朝向是什么。首先它那个莲蓬肯定是很突出的，因为它的
那个花瓣已经708落的差不多的时候，它那个莲蓬是很突出的，所以这个里面首先一定是要有莲蓬的。我们可以说先把莲蓬画出来，或者先画花瓣，这个根据个人顺序、个人喜好就可以啊。我们可以说先把这个莲蓬的位置先找出来，这样的一个感觉，对吧？点几笔，然后给它画点阴影部分。它这个形状的话，我们朝着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可以是正三角，也可以是倒三角都行。一般来说的话，是正三角的话会多一点这样的一个三角形呈现出来的。然后这个三角形的话呢，我们就按照这个位置去画。那你可以是它的花瓣肯定是有长有短的部分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对吧？比如说这里来一笔花瓣，然后这一笔来一个比较再偏后一点的位置，然后来一笔什么方向的它都有嘛，对吧？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呢，可以再来一个，对吧？朝着在这里。然后也可以是有盛放时留下来的那种比较偏长一点的花瓣，这样的留下来，是吧？呈现出来。然后这边也可以是稍微有一点点有一点点之后的话呢，这样就给它伸出来一笔。其实这样几个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说你觉得好像太少了的情况下，可以在它旁边这边稍微再来一笔，然后这个笔的长短你可以去把控一下，可以在这儿也可以说是一个平齐的方向但是最好不要再小比它俩再小的话就很奇怪。这样的，像这种残荷的话，它交叠的部分很少，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直接用眉骨法去画了然后它裸露出来的这个莲蓬的位置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找一些花蕊这样的一个线条去点缀它，这样的一些线条去点缀，对吧？那实际上这个三角形比我一开始起的形要大一点在这儿呢，是一个这样的三角形的一个感觉，对吧？那我们反过来就是把它朝这个方向，那就可以是这样的一个三角形，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有残荷就有这种半包式的其实就是在它的基础上稍微再来几个这样的，可以是一个两个的画出这样的一个花瓣出来，对吧？然后这边再画一笔这样的花瓣出来，或者是再来一个这样的花瓣出来都可以这种就是刚要开放还没完全开始开的时候这种状态的，就是这个就这样的几种姿态，我说了几种1、2、3、4，然后加上我刚刚说这种一共5种，对吧？5种基本这5种状态已经够我们再去指甲上去绘画的了。那么有荷花的话，就不免还得再提到荷叶，对吧？荷叶的话怎么去画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几种画法，其中一种就是说平铺开来的一种荷叶就最简单的那种，就是好比说是在池塘上面飘着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但不管怎么样，它那个荷叶中间的位置我们来找一张纸，然后我们用一张纸给大家模拟一下，就是它不可能是这样平铺的，对吧？它一般情况下它都是中间有一个凹陷，就是有一个点有个圆点，中间是凹陷的，然后它会有一种这种感觉然后在上面是铺开来的这种现象，就中间是有个凹点的，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要把这个中间这个凹点给它体现出来靠什么去体现呢？靠色彩和上面的纹路去体现我们首先画第一种就在画的时候的话呢，如果不要给它画成就是个这个特别圆润的那这个圆旁边稍微来一点点波浪线可以两种，一种就是波浪线少一点，一种波浪线的纹路大一点两种方法都可以当然咱们可以这样这样去画一些这样的，然后中间这个位置的这个凹点的话呢可以偏上也可以偏下都可以就在这块有一个这样的
啊，也可以是这样的一个小椭圆形啊，你给它找一个这样点出来。然后最重要的这个点，我们靠什么体现啊？首先色彩的话，你就可以说这一边在这个位置啊，稍微来一点点重色进来啊，就这边是这边这样有重色的，或者是这个纹路再给它这么体现一下啊，我一般会这样啊，有一个小坡度啊，这样有个拱度下来，然后再顺着这个方向再给它来一点点，这样的话明显看进去就是这个状态了，对吧？就很明显，所以它这个纹路是特别重要的啊。然后边缘这个位置的话，我们适当的给它这样往回，这样去，但是不是每一根那个纹路都是要延伸到这个方向来，它俩可以就是不相连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可以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这种的啊，这个位置也很重要，给它往这儿放，然后这边给它平视过来，这样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它是往两边这样去的，这是第一种啊，一个相当于是平铺。那么第二种的话，我们可以给它画什么样的呢？就是扣起来的一个画法啊，这样的，基本上是这样扣起来的，也就是镜在底下这个位置，然后它整个是这样合起来的啊，有种包叶的那种感觉啊，我就。包叶的话呢，就是给它先画出一个，我们画的时候可以怎么画啊？先把它整体先描出来啊，也是这样的一个大波浪，然后可以给它往下这样延伸一下，然后再给它兜回来啊，往下就是像当了下来啊这个状态，垂下来然后这样的一个状态。说当了，有的宝贝可能听不懂啊，这样的。然后因为它底下有个凹槽嘛，所以它从侧面看肯定是这样过来的。是这种状态过来的，然后的话，我们再把它底下这个状态啊，它可以是把这边卷起来，然后这边稍微过来一点啊，呈现出这样的状态出来的，对吧？这样就属于是包过来，然后里面这部分的颜色，也就是这个位置啊，在哪儿呢？在这儿，在这儿，然后你可以说画一点点四散开来的这种里面的位置。然后底下的这个地方，这个点中心点我们就在这儿，然后画纹路的时候就可以这么去画啊，这样纹路的方向，就是纹路的方向会决定了我们在视觉上看起来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这个是其一。其二的话就是色彩，对吧？一个是我写上一下啊，纹路方向和色彩。对吧？影响的，所以说的话，到这个时候色彩我们应该怎么去上呢？这个肯定就是边缘深，然后这个位置我们稍微给它找一点点重色，对吧？那这个颜色怎么上呢？这个颜色可以是里深外浅啊，多半会用于都是里深外浅。然后也可以说是里外颜色不统一，就是里边的绿色跟外面的绿色，它的色泽不一样。你可以里边用深绿，外边用橄榄绿啊，可以这么去操作。反正就是让它呈现反差感。然后也会有一种画法，就是外深里浅啊，就也可以啊。外深里浅的话，我们可以用到，就是说，外面这个部分是大面积的，然后底下就露出一个小小的边儿。这样的感觉的话，你可以用这个外深里浅。那如果说里边露出来的再大一点的话啊，给大家找一个看有没有例子啊。看这个，看这个就里面大面积的都露出来了，然后底下只露一个小小边，这个状态下就里深外浅是最好的哈。然后还有哪种呢？就是全叶，就是全区的意思啊，就是两边都卷起来了。比如这是一个荷叶，对吧？然后这边就勾勾搂搂的这样卷起来了，这边也卷起来了啊。然后你中间只能露出来一条线了。这个我之前有画过啊，画过是这个这个体现的就是这样全叶的一个状态哈。第三种。
呀呀呀，咋想的？写的啥玩意儿？这个的话，我们就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姿态啊，可以是朝这个方向，可以朝另外一个方向，画另外一个方向的，也是啊。我们第一步要先画的都是它的外轮廓啊，但是它因为全叶，它肯定是基本上啊都是椭圆形，然后面积会比较长一点，对吧？它是扁扁的那种形状。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外边的这个轮廓，给它扩来一点点啊，这样一个状态，这样的兜过来。然后里边的这个位置的话呢，也是给它找一个大大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然后里边的这个颜色它是深的啊，这个一定是里深外浅的，这个是一定的啊，就是没有别的画法。中间的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叶心的位置找在这儿。就是还是这个中间这个点点啊，这个地方叶心的位置，然后这个里面的纹路怎么去画呢？还是往外这样去延伸过来啊，从4圈往中间去收拢，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啊。然后最重要的是两边的这个怎么去画，两边的这个你可以想象它的根部在哪儿，它的根部一般在这儿，然后被这个全叶的位置遮盖住了，对吧？然后它通常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然后的话，它既然在这儿，那它发散的位置肯定也在这儿，但是那个叶因为在底下这里嘛，对吧？所以的话，我们不可能像这个似的从中间这个点这样去发散，你中间肯定它这个位置已经被什么？视觉上我们看不到这个位置啊，它是被藏进去的。所以说的话，我们要从这儿开始往外画啊。那具体体现出来就是这样的，看到没？就是也是从中间往外发散，但是每一根这个纹路它都是有距离的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上面也是一样的，上面的话我们就给它往这个方向去聚拢，这个方向去聚拢啊，这样的。然后里面的颜色是偏深一点的，对吧？还是依旧是里深外浅啊。然后偶尔我们在画的时候可以给它来一点点小那个啥，就是残荷、配残叶啊，就是给它一点破败的感觉。你就边缘就是给它虚化一点，或者说在边缘处给它点染一些重色。边缘处你可以点染一些，比如说褐色或者深咖色都行。然后最重要的是，然后你要给它来一点点这种小缺口啊，来一点点这样的一个缺陷啊，中间这个位置是悬空的，这个小缺口是没有颜色的啊，让它有一种残破的一个效果啊。那这个以上的话就是荷叶的一个画法啊。好，那么以上的话就是我们荷花荷叶的一个整体的理论画法啊。那么从下节课开始，我们给大家实操啊。